属猪的人啊，你们向来被人说是有福之人，天生自带财库，心宽体胖，好像什么烦恼都挂不住。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一句很多人不敢说的话，真正懂命理的人都清楚，命贵不是天天享福的理由，而恰恰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那种隐性危机的源头。2026年对属猪的朋友来说，就是这样一道坎。我不是要吓唬你，我是要救你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身体上突然多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小毛病？去医院查，医生说没事，多休息。可你自己知道，那种累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。情绪上莫名烦躁，看谁都不顺眼。做决定的时候总犯低估，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。老友啊，这些都不是压力大，也不是年纪到了，这是你的命在敲门。是老天爷在给你通风报信。我常说，命理上最怕的不是命苦，是命贵却碰上了流年暗冲。你看这个暗字才是最要命。如果是明着来，比如有人当面骂你，有车迎面撞来，你属猪的人聪明反应快，一下子就躲开了。但暗冲不一样，他不吵不闹，就像温水煮青蛙，事情往往披着正常甚至好事的外衣来找你，这才最要命。易经64卦里有一卦叫坎卦，坎为水为险。坎不是说你遭殃了，他说的是你处在一个需要格外清醒的位置上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属猪命里本就带水属性，水是主财的，也是主智的。可水最怕被污染，你一旦走错地方，进错圈子，那这股水就从清流变成了浑水。浑水能养什么？什么都养不了。2026年对属猪人来说，会出现3个非常明显的反常变化，你一定要记在心里。第一叫气运下沉，以前你做3分力气有7分收获，那是因为你有福气托。到了2026年，你会发现同样的事做起来明显比以前费劲，贵人好像全躲起来了，添乱的小人却多了起来。这时候你越硬撑越反噬。第二叫神识蒙蔽，很多属猪的老友一向活得通透，看人看得准，可在这一年你会觉得自己逻辑没错，想清楚了，回头一看，当初的决定漏洞百出。这不是你老了变笨了，而是流年的磁场在干扰你的判断，把陷阱包装成了机会，把风险包装成了出路。第三叫身心剥离，嘴上说没事我能行，身体却已经在发出警告，心里压着一股无名火，却不肯承认自己累了怕了。这种身心错位是大病大灾的前奏，因为一个人强撑着还要做重大决定，出错的概率是成倍放大的。我认识一位属猪的老师傅，做了几十年生意，向来眼光准，稳重有度。前几年朋友拉他投一个看着很体面的项目，他有点犹豫，但又觉得认识这么多年没道理骗我，就去了。朋友来叫他那天，他们还在一个茶馆里聊了很久。那个茶馆平时他就爱去，觉得熟悉安全。没想到那一次之后，项目出了问题，钱没了，人也散了。他后来跟我说，要是那天我没去那个地方，没见那个人，说不定一切都会不一样。可惜命运从来不接受早知道。所以咱们今天要说的核心就是2026年有2个地方属猪的人绝对不能去。第一个是气场混乱，情绪极端的争斗之地，这不是什么阴森森的地方，相反，它往往看起来热闹有人气，甚至带着刺激的味道。棋牌室、
赌桌旁、聚众吵架角落、维权现场、情绪激动、人声鼎沸的地方，只要是人人都在发泄愤怒、贪婪、焦虑的场所，属猪人在2026年必须绕着走。为什么？属猪命里的水属性本是包容性很强的，可水最怕污染。你进了那种地方，你的磁场就像海绵，瞬间吸满了周围人的浑浊之气。你以为只是看个热闹，帮朋友撑个场子，结果一脚踩进去就被卷进了别人的因果里。易经里说，物极必反，过犹不及，争斗之地正是物极之所。气场在那里已经乱到了极点，属猪人的水碰上这股乱气，你不是弄脏了鞋，是弄乱了整个气运格局。这种地方出事的方式有规律，第一是意外，不是早有预兆的大事，而是突然的小冲突，跟你没关系，那个杯子偏偏砸到你头上。第二是口舌，你本来只是去劝架，结果双方最后矛头都指向你。第三是被牵连，明明不是你的事，你多了一句嘴，这笔账就算到你头上。我见过太多属猪的人事后说，那天要是没去凑那个热闹就好。可暗冲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他给你后悔药。第二个地方比第一个更危险，因为它更隐蔽，甚至带着一种甜蜜的麻醉感，那就是过度熟悉却充满负能量的舒适圈。这个地方不是什么陌生场所，恰恰是你最熟悉的地方。那个整天抱怨儿媳妇的邻居家，那个聚在一起就聊八卦传闲话的老同学群，几十年没变过的老圈子老单位，甚至某个特定的房间。属猪的人天生重感情，念旧，喜欢待在熟悉的地方，觉得安全，觉得放松。可老友，你要听清楚了，在2026年，这种安全感本身就是最大的迷魂汤。你看《道德经》说，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。可水也最怕一直泡在污地里，那种每次待完回来都觉得很累，心里堵，满脑子是负面消息的地方，就是在慢慢渗透你的气场。属猪人命格里讲究温厚，但温厚用错了地方，就变成了无边界的消耗。我曾见过这样一位属猪的大姐，身边有个几十年的老姐妹，每次见面都诉苦，都借钱，都把一肚子怨气倒给她。大姐觉得老朋友了，能帮就帮。结果那几年自己家的积蓄点点漏光了，身体也开始出各种毛病。最后她说，我那段时间就像被什么东西吸着一样，浑身使不上劲。这就是佛家说的共业。你以为你在帮他，其实你在替他背业，你扛的是别人的因果，损的是自己的福报。所以2026年属猪的朋友要做3件事。第一，清理圈子，做断舍离。那些只会传递负能量，只会索取，不懂感恩的人，不管交情多深，都要慢慢疏远。这不是绝情，是保命。哪怕一个人安安静静喝喝茶，看看书，也比混在烂圈子里强。第二，收敛锋芒，学会示弱。遇到争斗之地，不得不在场的时候，你要记住一个字，退。属猪有股倔劲儿，平时叫坚持。2026年用错了地方就叫招灾，赢了道理，输了命，不划算。学会一笑置之，让那股煞气从你身上划过去。第三，不要说哈，留好退路，不管是投资、帮衬子女，还是做什么重大决定，都不要把全部身家压在一个地方。钱要留一部分，话要留3分，做事留余地，
不做绝，这样暗冲来了，你还有转身的空间。易经说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。属猪人最大的优势是什么？心宽，大智若愚。一旦点醒了，改得比谁都快。你不是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人，你是懂得随遇而安的人。现在你已经看清了暗礁，就不用在大雾里瞎撞了。老友啊，命由心造福自己求。这句话不是客套话，是真正的修行逻辑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你这一生攒下来的善意和厚道，在2026年会变成你最硬的护身符。但护身符也需要你自己配合，你不走那2个地方，碰那2类人，护身符才能真正发挥作用。2026年的脚步越来越近，从现在开始就是属猪人的黄金自救期。管住腿，管住心，不进争斗之地，不泡消耗圈子，再加上清理圈子，示弱留退路，这3件事做到了，这一年的生死坎就能化成平安路。这一关过了，后面就是属于你们的平坦大道，晚年安康，子孙满堂。属猪的老友们，你们是真正有后福的人，现在这点小心翼翼，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自在。